我的 senses just 跟我讲 something 不对劲，所以我就决定就去他的家做一些侦探 做一些 searching。So 当时就找到证据 of 他是一个 cheater。大家好，我是 Marcus， 我今年21岁，我跟我的前任复合，但我们不在一起了。我是 Alison， 我今年22岁，我跟我的前任复合，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我是 Lawrence， 今年25岁，我跟我的前任复合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4年前，我已经在做一些社交媒体的视频 already。我的前任 slide 进去我的 DMs，that's how 我们认识。因为我的前任 is like 很我的 type， 所以 it 不需要很多 convincing 就在一起啦。那时候我好像是中4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为什么我们中学没有帅的男人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说，那个咯。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就发现，他不喜欢我，我就没跟他讲话。后来了，因为进了 Poly， 我们就 reconnected again， 然后从那里我们就开始 go on date， 然后就在一起了。我们其实是从 dating apps 见面的，在Tinder上，然后就发现2个都在一样的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就有一个 common interest 吧，然后我们就在学校那边经常会见面，会聊天啊，然后就慢慢的培养了感情。第一次分手是因为他的 body count 很高，like oh my god， 我不可以相信，like 我们人类可以有这样多的 sexual partners， 因为我 expect 的是8个最多，他跟我 times 10 times 10，所以我才 oh my god， 你不尊重你的身体。当我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前任会跟我讲我是来神经病，我很幼稚，我没有提分手吧，我会每次提起来你这个东西 ，just 一直讲，我让那个relationship 很难熬过去。And 这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的，它可以去改变，长久了他就感觉到来，我觉得 Marcus 放不下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决定就来结束。我们在一起差不多2年了，就分手了。是他提出分手的。那时是during COVID 的时候，就在家里的时候就吵架了，越来越多。每次都是很多小小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对一家的就很烦，这样。It was a build up of things，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我们在一起了2年之后才分手。其实我觉得是我的错了，因为我的另外一半他觉得他已经准备好要 settle down， 但是当时我还在当兵，就比较好玩，比较调皮，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有那个状态去 settle down， 所以就提出了分手。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分手是因为我的错，还有很多好的优点。that 我没有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我就为了一个缺点放弃了整个 relationship。我就哭了很多，然后过了那个2个星期，就是我自己想，好吧，我们是不会在一起了，所以我把他全部的东西我丢进一个袋子，就给我朋友，然后就去我回家，我就 slowly try to move on。我没有跟其他人约会，我只是忙着自己补好身体，去 exercise， 然后也有去做工，这样，跟朋友出去啦。OK， 我可能会被 bash， 但是I think 隔了大概2天，我就开始用 dating apps 。我当时就是可能觉得有点孤独啦，所以就决定再 swipe 一下，但是没有那个想找另外一半的那个想法啦。As long as 我爱过来，我觉得我的心里就永远会有一个 soft spot， 大概1个月这样子吧。他就说见面咯，我们在谈我们的感情咯，closure 啊。But then 我还在那边打扮到一个好好的结尾，然后我打扮到很好看咯，然后OK 结尾啦，然后我去到那边呢，obviously 不是结尾啦，是开头 ，yeah。我们 just 见面的时候 ，then is 那个熟悉的感觉 ，you know，then as if 没有分手这样子。每个人都跟我讲不要
复合，有1000多个人在跟我讲，心理医生啊，学校的 counselor 啊，我的朋友、好朋友、姐姐，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还是复合。我们分手了是4个月了，然后才又在一起。因为我分手了后，然后就有很多时间嘛，所以刚刚好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要不要去 boxing， 我就 sign 一个 membership。刚刚好我也不知道，他那一天早上也是签了那边那个 membership， 可是我死都不要看着他，他就是问我们的朋友我几时有去打boxing， 他说他们就 plan 那个时间。然后他跟我来一样的班，然后就问我咯，要不要讲话？然后我们这样就谈咯，谈了后就是我们 so called became friends again。我觉得因为已经断了一段时间了，没跟他讲话，一下子我们2个可以 feel 啦的，我们还 have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就这样咯。慢慢我们就 go out together。是我提出复合的，大概有1-2个礼拜之后吧，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有一点很遗憾，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那么轻易的放弃，可能就应该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我很好玩，没有真的去把这个 relationship take it seriously， 我就可能顾虑了他的那个感受跟感想，就没有真的去带他去他喜欢的地方，还是做他喜欢的东西。我就跟他说 ，OK， 我这次我们复合了之后，我一定会有多一点沟通，真的去把这个 relationship take it seriously， 就真的了解他，跟了解我们2个对方之间有什么不满的事情。我们大概分合合了2年这样子，但是我们 eventually 分手，是因为他是一个 big fat cheater。我有一天 just 觉得 like。我的 senses just 跟我讲 something 不对劲，所以我就决定就去他的家做一些侦探 ，you know， 做一些 searching。So 当时就找到证据 of 他是一个 cheater， 他就说来，我不可以来原谅自己，因为我 put 你出这些东西，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伴侣，不用跟我在一起了，我们分手吧。我有自己的底线啦，我的底线就是我不可以取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背叛。那整段感情我在符合他的要求，但他根本都没有符合我的要求。我终于可以走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尽我100%的能力了。There's nothing I could have done that could have made it work， 因为我想要做的东西我已经做了，我想要改变的我已经改变，我像孙悟空一样72变的变成不一样的人，都符合他的要求。But 当然72变都不比他的80多个 body count 多哦。我们现在还在一起，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2个是 Aries， 所以我们是非常 hot-headed 的人，所以我们吵的时候，我们就是2个就不要讲话了，就是 silent treatment。可是我们现在就 can recognize that silent treatment 是不好的，我们2个是会回去，然后一直想，就是变得更乱，然后我们也会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as fast as possible， 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刚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只是16岁，然后在一起17岁。那时我们最大的 worry 就是要去哪里约会，去哪里吃比较好。现在我们讲的东西就是有没有省够钱，几时要买屋子，几时要有孩子。我们这样看着一家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还要一直 put in the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我们2个的 paths and what we want 是一样的咯。OK， 其实我们刚刚分手啦，我们2个人之间的那个 time schedule 就不一样。他就是现在要尝试演戏，我们之间的那个时间不配合，所以我们很少真的有沟通的时间，就导致了很多问题，很多可能对彼此不满意的地方。如果你想复合，你就应该复合，因为我说什么东西，任何心理医生说什么东西，什么教程啊，跟你讲不要跟你的前任复合，你们也不会听的，是因为你们要心里真的想跟你的前任断绝这个关系，你们才会断绝这个关系。It kills the thought of fixing things。你已经尽力去挽回这个感情了，所以如果没有 work out， is like 真的是没有救了。
其实，如果你们觉得真的是很不配的话，就不要去勉强。Not everything is a silver lining， 所以不一定你们复合了会很好。我觉得 getting back together 是比 starting a new relationship 更难。You need to accept 他以前的 all of 他的 flaws。虽然他可以说改变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还是会需要时间改变的。你们需要 put in extra effort to work on yourself and also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拜拜。